富临金融大厦。此时周围道路已经堵得水泄不通，上百辆豪车云集，劳斯莱斯、宾利、迈巴赫全都停在大路上，使得交通彻底瘫痪。这并不是豪车的车主聚会，而是首都金融圈里几个家族对最近一系列事情的强势反击。而国安的车辆则是被堵在正中间，根本出不来。这次围堵就是表态。邵永阳站在富临金融大厦的门口，看着四周的情形，眯了眯眼睛。真他妈是活腻歪了，就该一个个抓起来给毙了。他此次从宁海赶过来，只带了6个组员。首都国安这边虽然派了一个重案组配合行动，但总人数也没超过20人。邵永阳本想把总裁裴东胜和副总裁魏宇翔原地扣了，就地审讯，剩余的事情等苏无忌赶到再说。可是才在总裁办公室里审了40多分钟，外边就搞出来这么大的动静了。那几个家族几乎是在裴东胜被抓的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，然后迅速做出了反应。头儿，葛副局长又给我打电话了。旁边的组员说道。这都第6个了，我还继续挂掉。邵永阳不耐烦地说道。你把他拉黑不就行了？那死胖子的号码都被我拉黑半个月了。这组员一拍大腿。好啊，我怎么没想到。随后他立刻把葛副局长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葛副局长又打其他组员的手机，其他组员见状也都有样学样，纷纷拉黑。显然首都的某些力量已经开始对宁海国安施压了。宁海国安的一把手苏占煌最近在国外开会，所以舆论压力便落到了副局长葛尚德身上了。又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首都国安这边的重案组组长接了个电话，随后走到了邵永阳的身边，带着些许歉意，低声说道：永阳，抱歉，我们接到领导命令，临时有任务要执行，得抓紧回去了。很显然，首都国安也是受到了强大的压力，开始准备撤人了。邵永阳并没有多少失落的情绪，他笑道：我理解，师哥，这次你们能来帮忙，我都已经很高兴了。这首都的国安重案组长石涛拍了拍邵永阳的肩膀。说实话，有点惭愧，咱们虽然是同一个系统的，可接下来的惊涛骇浪还得你自己来扛，兄弟，祝你好运。说着他又补充了一句，但这次的难度怕是超出以往。邵永阳笑着说道：不碍事，要是我一个人扛，我说不定早就跑了，反正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。他的眼睛里可没有半点害怕，甚至对此有着很多的期待。石涛组长定睛看了看邵永阳眼睛里清晰的笑意与战意，笑着说道：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点想调去宁海工作了。说完他挥了挥手，带着手下10几名特工离开。甚至由于四周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，首都国安重案组连车子都已经舍弃不要了，直接挤开人群步行走远。邵永阳的目光从那些愤怒的世家成员脸上扫过，随后摸出了手机，调出了通讯录，给家里老父亲打了个电话。爸，我回首都了。他一开始便说道：暂时不能回家看您老人家了，因为帮无忌搞了点事。电话那边根本没问什么事，似乎觉得根本不值一提，声音轻描淡写：那搞完了再回家吃饭，最好把小无忌也带回来，我让你妈烧她最爱吃的红烧肉。邵永阳的心里有点不平衡。爸，您知道我爱吃什么吗？我管你爱吃什么。电话那边说道：要是没别的事儿就挂了。
先别急着挂。邵永阳说道。话说，我要是今天把首都折腾得开了锅，你能帮我擦屁股吗？电话那边，首都军区司令员邵飞虎的眉头一皱，声音陡然提高了8度。混账小子，看你没出息的样子，都还没折腾出多少水花呢，你就开始惦记着擦屁股的事情了。一遇到事情就想着给我打电话。想当年你老子我和你苏叔叔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想过退路？邵永阳咧嘴一笑。爸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您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行了，邵飞虎说道。你要是把天捅漏了，我再帮你收拾，在此之前你别想让老子出手帮你。邵永阳刚想表达不满，就听到邵飞虎又说道，老子懒得帮你，但是我可以帮小无忌。邵永阳，爸，我还是不是你亲儿子了？邵飞虎，是不是亲的那得问你妈，我又不知道。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绝了，越老越无耻。邵永阳哈哈一笑，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一句，可能年轻的时候更无耻。旁边的组员见状说道，队长，周围这些人似乎恨不得要把我们给生撕了，可你的心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。的确，宁海国安这边就只有6个人，而首都世家这边光车子就来了上百辆，还有源源不断的豪车正在往这边赶过来。别怕，回头一个个的跟他们清算。邵永阳说道。清算？我看要清算的人是你，敢栽赃我，事后有你受的。一道声音在他的身后响了起来，正是这富林金融公司的总裁裴东胜。他穿着精致裁剪的西装，身材微胖，面庞圆润。此刻他的表情中满是愤怒，像是即将要发怒的河豚。被宁海国安态度粗暴地审讯了将近半个小时，裴东胜觉得自己颜面扫地。他咬死不承认那2条信息是自己发到委内瑞拉皮开元的手机上的，虽然他们之间平时经常会有直接联系。富林金融公司每个月都会有大量资金绕到巴西和阿根廷，然后再转往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。邵永阳冷冷一笑，就算你不承认，洗钱一事证据确凿，委内瑞拉那边已经把人控制住了，我看你到时候还怎么狡辩。裴东胜嘲讽地说道。你看看周围的阵势，你知道你的行为激起了多少人的愤怒吗？这些怒火会把你烧得渣都不剩。邵永阳耸了耸肩，反正我不会放人，你这手铐我也会一直给戴着。这些世家要是有胆子，就直接来抢人，看我会不会扣他们一个袭击国家执法人员的大帽子。裴东胜满脸怒意，你可真是混蛋。邵永阳微微一笑，敢辱骂国安重案组长，来呀，给我把裴总裁的脚也戴上手铐。他的话音落下，2名国安成员便蹲下了身子，一个按住裴东胜的双脚，一个给他脚脖子扣上手铐。这个动作的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手铐不是脚镣，中间的链条很短，一旦用这玩意把双脚铐上，站立之时只能紧紧并拢双腿，想要前行也只能挪动小碎步。首都裴家曾经世代在闽东和南洋发展，医疗和金融生意做得很大，也是这20几年间才举家迁入首都的。毕竟这里是全国的政治中心，裴家在这里能获得的政治资源，可不是闽东能相提并论的。裴东胜今年40岁，
是裴家这一代里最有希望接任家主的人。平日里能力很强，表面上看起来一团和气，实则办事情绵里藏针，心思颇为深沉，在公司内部十分强势，很有野心。相比较而言，富林金融公司的副总裁魏宇翔就低调多了，平时在公司里也没什么存在感，几乎不会插手任何的管理事务。魏宇翔在公司里的身份似乎更像是个白拿工资分红的监事。之前邵永阳也审问了他，魏宇翔有问必答，配合度很高，但对公司的业务几乎不了解，每天来到这里就是看书看电影，身上还有着不少文艺范儿，完全不像是个商人，好像从他身上获得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。此时看着裴东胜的双脚也被铐住，魏宇翔没有什么表情，更没有出言帮忙说话的意思。从审讯的过程中，邵永阳也看出来了，这个富林公司的正副总裁之间根本不算熟。这个时候，几个男人看到裴东胜被铐住双脚，立刻走上来。毫无疑问，邵永阳刚刚的这个行为就是在故意引怒他们的神经。为首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有些瘦削，双鬓微白，穿着灰色的夹克，他就是魏高浪的父亲魏东鹤。魏东鹤盯着邵永阳沉声说道：这里是首都，不是你们宁海国安的执法范围，你们最好滚回宁海去。邵永阳冷笑：你对我说滚，我知道你想在首都刷出点存在感，可如果继续这样胡闹下去，我保证你的下场会很惨。邵永阳在成年之后便当了兵，后来去了宁海国安，几乎没有在首都的世家圈子里面露过面。魏东鹤不认得他，倒也是正常的。邵永阳指了指胸口的摄像头，微微一笑：您对我说的这些话，我可都录下来了。威胁国家工作人员，这罪名你是逃不掉了。魏东鹤摇头，嘲讽冷笑：那就要看看你能不能把这罪名扣到我的头上来了。首都国安已经撤了，在这群世家之人看来，宁海国安必然也要知难而退。而站在魏东鹤旁边的，则是一个穿着藏青色西装的中年男人。他就是林邦先，邦林资本的董事长，也是林景泽的父亲。他儿子被砸断了鼻梁骨，现在还被调查局关着，但好歹下场比被拔了舌头的魏高浪要好一些。林邦先盯着邵永阳，冷冷问道：你叫什么名字？邵永阳耸了耸肩：我叫邵永阳，首都人，你要报复我，尽管去。林邦先冷笑道：我会的，我会让你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邵永阳摇了摇头，嘲讽地说道：某些人死到临头了，还不自知。他看了看上次跟苏无忌的通话时间，已经快要过去2个小时了，随后说道：直20的最大时速能达到350公里，从淮东到首都一共700公里，算算时间，也快该来到了。这时候，一个秘书模样的男人跑到了魏东鹤的身边，喊道：老爷不好了，2架直升机忽然降落在了咱们家的大院里，从里面下来了10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，见人就打，见房子就砸，现在已经开始放火了。魏东鹤的面色一变：什么？放火？邵永阳咧嘴一笑：妈的，不愧是无忌，爽死了。而这时候，轰鸣声已经从远处传来，一架直20已经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。一共4架直升机进了首都，苏无忌直接先分出了2架，让18个手下去了魏家老宅，打人砸屋，放火烧院子。你特么不是要老子好看吗？老子先抄了你家。
另外一架直升机则是去了林家。魏东鹤面色已经阴沉到了极点，他扭头看向秘书，冷冷说道：这里是首都，能容得下他们放肆？家里养的保镖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些全副武装的家伙又是哪个单位的？哪个单位？那秘书有些紧张地说道：他们说好像是皇后酒吧。魏东鹤的眉头一皱：皇后酒吧，这是什么特种部队或者秘密单位的代号吗？你们是不是听错了？邵永阳差点笑出来，忍不住地说道：傻逼！魏东鹤狠狠一皱眉头：你说什么？你敢骂我？邵永阳说道：我其实不只敢骂你，我还很想揍你。不过我得告诉你，就因为你刚刚那句话，你今天可能会挨得轻一点。挨得轻一点？作为国安的重案组长，邵永阳这些年来不知道办过多少大案要案，对于阴谋的嗅觉自然远非一般人可比。魏东鹤虽然口口声声要对付苏无忌，却不知道皇后酒吧，显然他并没有把苏无忌和自己视为同一等级的对手，只是空放狠话，却并未重视。而就从他刚刚的那句话，就能很轻易地推断出来，那一场针对天际中学贫困生的阴谋，大概率不是魏东鹤干的。魏东鹤正在气头上，根本没听出来邵永阳这句话的弦外之音。他盯着面前的年轻男人：很好，你很好。邵永阳耸了耸肩：谢谢你夸我。魏东鹤对秘书沉声说道：快把陈东风请来，宁海国安的这6个人，我今天一定要拿下。邵永阳的眉头一挑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你确定？直升机已经快要飞到头顶了，高度在不断降低，轰鸣声越来越大。林邦先看着那架直升机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而这个时候，林邦先的秘书快步跑了过来，脸色极为难看，低声说道：老板林家主宅也来了一架直升机，把10个人放下就飞走了。林邦先的眉头狠狠皱起来，也开始打杂了。这秘书深吸了一口气：见人就打，见东西就砸。林邦先满脸涨红地吼道：那就让保镖上啊。秘书说道：主宅今天留的保镖不多，连保安都上了，完全打不过，咱们的人全被打塌下了。听了这话，林邦先只感觉眼前一阵阵的发黑。邵永阳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，嘲讽地说道：你们现在就受不了了，这才哪到哪啊？林邦先捂了一下发黑的额头，努力让自己保持镇静，随后对魏东鹤说道：东鹤，先不管2家老宅的事情，如果陈东风来了，那么事情就好办一些了，不管是国安还是军区，都会买他的账。陈东风出自于南方杏花山，杏花山是个咏春流派，陈东风当年就是这里最出色的大弟子。他出师之后，曾在缅因闯生活，用一双拳头单枪匹马，把几个华人黑帮生生打穿。后来回国之后，陈东风便开了自己的东风武馆，也成了诸多世家的座上宾。甚至国安和军区都会请陈东风去给特种战士授课，讲授一些战斗技巧，和军队的格斗技做一些融合改进。不管电影怎么拍，但在陈东风的改进之下，咏春真的是一门杀人技。邵永阳冷笑道：魏东鹤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要找一个江湖的人来对付国家特工？你他妈的脑子坏掉了！魏东鹤沉声道：一群莽夫，就算干掉你们6个人，我事后也能让国安低头向魏家道歉。在他看来，首都国安都退走了，宁海国安这6个愣头青惹了那么大的麻烦，
事后肯定会被国安系统放弃。自己身后的那些利益关系盘根错节，在首都的能量大得要命，还整不了这6个没脑子的家伙。然而这个时候，狂风陡然大作，直升机的高度忽然高速降低，已经到了距离地面10几米的高度。众人被强风吹得有些睁不开眼睛了。此时，直升机的舱门已经提前打开，一个身影直接跳了下来，距离地面还有10来米呢。正是苏无忌，他直接落在了一台劳斯莱斯幻影的车顶上。哐！这台1000多万的车子，车顶直接被砸得瘪下去了，整个车身都发出令人牙酸心悸的金属呻吟。苏无忌也是随便挑了一台比较贵的车，可偏偏这一台幻影正是魏东鹤的座驾。看着此景，魏东鹤本来就已经暴怒的心情又瞬间被放大了10几倍。他的额角青筋暴起，吼道：给我围住他！他这时候还没认出来苏无忌呢。当苏无忌落到车顶上的时候，魏家的几个保镖都懵逼了，他们都没见过这种操作，2秒钟后才反应过来，连忙把车子团团围住。然而苏无忌却踩着前挡玻璃，大大方方地从引擎盖上走了下来。给我站住！一名保镖想要扣住他的肩膀，然而他却被苏无忌一拧手臂，按着后脑勺，直接狠狠撞向了劳斯莱斯的引擎盖。砰砰砰砰，连续撞了3下，这个保镖便满脸是血地晕倒在了地上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可是内行人都能看出来，苏无忌的这几个动作，从反制到攻击，究竟多么的干净利落。苏无忌随后往前走了2步，抬腿横扫间，2名壮硕保镖已如破麻袋般飞出3米开外，重重摔在绿化带里，根本不是一招之敌。剩下的保镖继续围上来，但没有人敢立刻动手了。紧接着机降绳垂下，江晚星第2个出了机舱，皇后酒吧的其他6人也是鱼贯而下。至于剩下的人手，都在魏家林家搞破坏了。皇后酒吧的这6人并没有全副武装，突击步枪也都留在了直升机上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降低对于绝密作训处的负面影响。不过皇后酒吧的这6人一出场，便在小庞的带领之下，犹如饿虎扑食一般，直接就把魏家的那些保镖扑倒在地，拳打脚踢，完全就是单方面的碾压局。苏无忌双手插兜，跨过那些躺在地上的保镖，走上前来，看了看魏东鹤，又看了看林邦仙，说道：听说是你们要整死我？你是苏无忌？魏东鹤盯着这个嚣张无比的青年，终于认出来了。他明显有点失态了，嗓门都提高了8度。第一次看到这个把自己儿子的舌头拔出来的年轻人，魏东鹤眼睛里的怒火已经要喷发出来了。他实在想不明白，这个青年到底是什么身份，能让调查局如此趁机借题发挥。魏东鹤的眉头狠狠一皱：小子，你还敢来首都？你这次来了就别想再出去。林邦仙也咬着牙说道：你会后悔来这一趟的。他的儿子林景泽被砸断了鼻梁骨，现在还被调查局关着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审讯之时受皮肉之苦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巧了，你们俩的儿子之前也是这么对我说的。魏东鹤的嘴角抽了抽，扭头瞪了秘书一眼，眼里满是催促之意，示意陈东风怎么还没来。苏无忌对邵永阳说道：
邵大族长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邵永阳笑眯眯地说道。确实为难了，都不给我走，限制我这国家干部的人身自由。是吗？那可真是胆大包天。苏无忌说着，忽然反手一抬，啪！一记耳光直接抽在了魏东鹤的脸上，后者被抽得站不稳，趔趄了几步，被秘书连忙扶住了。血红的指印已然在魏东鹤的脸上浮现出来，周围的人都看呆了。堂堂的魏家家主，居然被人当众打了耳光，这个青年怎么嚣张到了如此程度？其余世家之人想要围过来，然而小庞和5个皇后酒吧的兄弟齐齐从腰间抽出了甩棍。刚刚他们赤手空拳就轻松把魏家的那些保镖打趴下，现在直接亮出了武器，谁还敢动手？就连其余家族的那些保镖也都哑了火，一个个犹豫着不敢上前。东鹤，林邦仙也连忙扶住了他，同时还伸出手指着苏无忌，气得哆嗦。哈，你可真是好胆子。可是下一秒，他的手指就被苏无忌给抓住了。别用手指我最烦这个。苏无忌说着，手心一攥，猛然一折，咔嚓！林邦仙的右手食指直接被当场折断了。啊！这个养尊处优的林家大佬终于明白了，什么叫做十指连心。和这种疼痛相比，林邦仙宁愿像魏东鹤那样被结结实实打上一耳光。混蛋，混蛋！魏东鹤气得大骂，他修身养性这么多年，现在情绪都要崩了。苏无忌就是比他嚣张，比他敢亮拳头。本来想好好整死这个年轻人，可这货偏偏张狂到了这种程度。魏家不是没有枪，但是这里是首都，他不敢公然把家里的枪亮出来。首都这些世家也是横行霸道惯了，平时吃亏太少，遇到一个这么不讲理的，居然根本找不到招架的方法。陈东风，陈东风在哪里？魏东鹤吼道。这时候，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远远传来：我来了。众人循着声音望去，一道穿着灰布长衫的身影出现在了人群的最边缘。他撩开长衫衣摆，踩住一台车的后备箱，腾空而起，脚尖在10几台车顶上连点数下，便来到了富林大厦的门前。这就是陈东风。他看起来也是50岁左右，身板笔直，留着平头，面庞瘦削，眼睛里放出精芒。陈东风并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还有20几个和他穿着同样衣服的年轻弟子紧随其后。魏东鹤喊道：东风兄，快点把这小子给我废了！陈东风盯着苏无忌，微微一笑：这位小友，这里是首都，不是你放肆的地方，这样的闹剧应该早点结束。苏无忌一挑眉毛，呵呵笑道：你说说怎么结束？陈东风说道：这样吧，我做主，你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我再废你一只手，这事情便可以宣告了结了。啪！他的话音未落，脸上便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。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一声脆响。苏无忌看了看他的脸，又看了看自己的右手，嘲讽地说道：杏花山的咏春宗师就这？一耳光下去，全场寂静。陈东风的脸都被打出了血红的五指印，他的眼底浮现出了强烈的难以置信之色。就连陈东风的那些弟子们也都完全愣住了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魏东鹤看向了林邦仙，发现后者也有些迷惑。这可是成名已久的咏春宗师啊！
出场之后，还没来得及出手，就被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抽了一耳光。感受到脸上火辣辣的生疼，陈东风的脸上已然布满了怒意，之前那种高手出场云淡风轻的气势全然消失不见了。混账东西！这位南方江湖成名多年的宗师人物愤怒地骂了一声，眼睛里迸发出浓烈的金光。这一耳光彻底撕下了陈东风气定神闲的面具。话音未落，他的右手已如毒蛇吐信般探向苏无忌咽喉。陈东风的五指关节发出爆豆般的声响，指节处结满的老茧泛着铁灰色，这一记标指凶狠之极，若是抓实了，能直接戳碎喉骨。看到他一出手就亮出了杀招，魏东鹤和林邦先两人齐齐松了一口气。这是陈东风改良过的杀人技。魏东鹤眼中泛起狠辣之色，仿佛已经看到苏无忌捂着喉咙倒地的模样。你拔掉我儿子的舌头，我就要你的性命。反正人是陈东风杀的，事后这个锅就可以让他来背。江晚星站在一旁，眼睛里有着凌厉与担忧，他的手更是已经放在腰间，手枪眼看着就要拔出来了。就在此刻，啪！一道清脆的声响震动了现场所有人的耳膜。苏无忌左臂如钢鞭甩出，小臂外侧精准砸在陈东风手腕之上。两股劲力相撞的瞬间，陈东风脸色骤变，他引以为傲的杀招竟然被挡下来了。不仅如此，从对方手臂上传来的力道震荡，让他的手腕剧痛。这剧痛随之迅速蔓延，整条右臂都麻了。撑手摊掌。陈东风踉跄后退3步，右臂不自然地垂在身侧。他难以置信地问道：你也是杏花山一脉？如果不是，为什么会对咏春招式这般熟稔？刚刚那一下简直是信手拈来。杏花山算什么东西，在南方连翠松山都比不上，倒是你一动手直接对我亮了杀招，够狠的呢。苏无忌嘲讽一笑，右脚突然往前跨了一步，地砖直接被踏碎。在这地砖碎块飞溅的瞬间，他整个人如炮弹般撞进陈东风怀中，肩膀重重地顶在其胸口。哪怕陈东风已经摆出了防御动作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在场的众人只听见了闷雷一般的声响，陈东风的身形倒飞出了10几米，直接撞碎了富林大厦的旋转门。钢化玻璃如冰晶般炸裂，在首都的夕阳中折射出了万千光斑。哗啦啦啦，在玻璃爆碎的声音过后，现场便是死一般的寂静。看到陈东风被一击打飞，魏东鹤和林邦先皆是瞳孔巨震。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个青年居然强悍到了这种程度。好！邵永阳叫了一声好，而江晚星则是轻轻松了一口气，那握在腰间枪把上的手也挪开了。苏无忌扭头看向了魏东鹤，微微一笑：早就听说你要对我动手，不过你们就算是找人来杀我，好歹也找个厉害点的，这货根本不入流。魏东鹤深呼吸着，显然已经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了。而陈东风所带来的那20个手下弟子更是像被雷劈了一样站在原地。毕竟在他们的眼中，师父平日里就是像神一般的存在，此刻怎么可能被人一下子打飞了，简直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这时候，一个晃晃悠悠的身影出现，踩着满地的碎玻璃走出了富林大厦，正是陈东风。他的面色苍白，胸口明显出现了凹陷，
嘴角还在不断的往外溢出鲜血。是我大意之下轻敌了。陈东风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，说道：“这家伙的眼睛里满是不甘。”其实挨了苏无忌刚刚这一击，陈东风的胸骨断了几根，现在还能重新爬起身走出来，已经说明这家伙的能力绝对不弱了。轻敌，你到现在还觉得自己是轻敌吗？邵永阳率先开口了，直接嘲讽拉满：“你丫的明明就是打不过啊！”噗！听了这句话，陈东风又被气得吐了一口血。他用手抚着胸口，盯着苏无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接下来我要捍卫我杏花咏春的尊严。”显然，如果这么干脆利落地败给苏无忌，陈东风接下来在首都也就别想再混下去了，只能灰溜溜地滚回杏花山。看着师父这决然的模样，那20个弟子不禁都有种悲怆的感觉。陈东风的话音未落，便听到苏无忌说道：“你能捍卫个屁！”话音尚未落下，陈东风便发现这个青年忽然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前，这速度简直快到极点。你怎么可能那么快？陈东风忍不住地喊道。陈东风本来就是在受伤状态，苏无忌此刻迅疾如奔雷，更是让他完全反应不过来了。苏无忌冲过来之后，直接干脆利落地扣住了陈东风的肩膀和胳膊。这一刻，陈东风只感觉到半边身子都麻了，这力道穿透性极强，他甚至判断不出来苏无忌使用的到底是不是寸劲。什么宗师，给我滚蛋！苏无忌冷笑一声，身形猛然一拧。陈东风完全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远远扔了出去。这一刻，这位咏春宗师的心里面充满了绝望。他的身体在空中飞过了30米，随后重重地撞在了一台劳斯莱斯库里南的前挡玻璃上。砰！钢化玻璃轰然爆碎，而他整个人也直接摔进车厢里了。一片寂静。苏无忌看着魏东鹤和林邦仙，摊了摊手，说道：“两位现在感觉怎么样？”感觉想死。魏东鹤的嘴唇抽动了好几下，却没有什么话敢说出来的。而林邦仙本想抬起左手指一下苏无忌，可刚抬到一半，却想起来自己的右手已经被折断了一根手指，于是立刻老老实实放下。这两个家主已经完全不复之前的威风了。苏无忌摇头一笑，随后打了个响指：“小庞那个陈东风好像还带来了20个徒弟，全给我留下。”是。小庞立刻带着皇后酒吧的其余5人扑进了杏花山弟子群之中。陈东风的这些弟子虽然苦练很久，但实战经验和皇后的精锐根本没得比，更何况是面对小庞这种怪物级选手。仅仅是2-3分钟之后，这战斗便砍瓜切菜一般的结束了。杏花山的那20个弟子全部躺在地上，手脚几乎全部被折断。苏无忌环视四周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这些来看热闹的，现在撤走还来得及，不然的话啧小庞。”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小庞的超级重拳已经随机轰在了一名邻家子弟的脸上。这家伙旋转着飞出，重重砸在好几米开外的车子上，脑袋耷拉向一边，不省人事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得过来。其余人见状，根本不敢再在原地待下去了，连忙上车，纷纷发动着离开，生怕下一个倒霉鬼是自己。然而由于离开的太着急，还有好几台车相继撞在了一起，
现场简直混乱到了极点。富林金融公司的总裁裴东胜站在侧方，全程目睹了苏无忌吊打陈东风的情景。他看着为自己出头的大家族子弟一个个仓皇逃离，心开始往下沉去。那稳操胜券的心情已然完全消失不见了。该死，真该死！裴东胜低声咒骂着。然而邵永阳抬手就是一巴掌。你特么骂什么呢？这一下的力道可着实不小，裴东胜直接被打得身子一歪。然而由于脚踝上还戴着手铐呢，他根本迈不开腿，趔趄了2步之后便摔倒在地。至于公司的副总裁魏宇翔，则是静静地看着此景，面无表情。甚至邵永阳还注意到了，在魏东鹤被苏无忌打耳光的时候，这个身为堂弟的魏宇翔同样没有什么反应。魏东鹤、林邦仙，你带来的人已经做鸟兽散，你们也要走吗？苏无忌微笑着说道。这短短2分钟的功夫，现场其他家族的车子已经快跑干净了，只有魏家、林家的一些子弟和保镖还在。魏东鹤和林邦先对视了一眼，他们都知道今天已经颜面扫地了。咬了咬牙，魏东鹤低沉地说道：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是事儿还有的搞呢。帮先我们走。然而苏无忌却打了个响指：你们说走就走，我让你们走的吗？他的这句话一出，2人的身体狠狠一震。魏东鹤的声音里满是恼怒：苏无忌，这里是首都，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你真要撕破脸？啪！苏无忌直接抬手结结实实地回了他一耳光。他冷笑道：你都让那个陈东风对我用出杀招来了，还说我撕破脸？老东西，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。林邦仙则是强忍着怒意与疼痛说道：就算是之前有矛盾，你我双方也不是没有握手言和的可能，你不要把路全部走死了。苏无忌嘲讽地笑了笑说道：别说这种没脑子的废话了，今天那个让铃木银行交出40亿的人如果不出面，你们谁都走不了。林邦仙和魏东鹤皆是面色微变。林邦仙吼道：苏无忌，我劝你不要瞎胡闹，有些事情，有些人，你如果瞎打听，只会带来杀身之祸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：小庞插他嘴。小庞：老板，用什么插？苏无忌：你的棍子。小庞：哪一根？苏无忌：能伸能缩的那一根。是。小庞走到了林邦仙的面前，左手按住对方的脑袋，右手已经解开了自己的皮带扣。小庞，你要干什么？看着小庞解皮带的动作，苏无忌瞪圆了眼睛。小庞：老板，我在执行你的命令。苏无忌：我说的是你刚刚手里拿的那根棍子。小庞：那根棍子马上就要被我握在手里了。虽然他觉得老板的要求十分怪异，但还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了，主打一个忠心耿耿。林邦仙被那铁钳一般的大手死死按着脑袋，哪怕拼命摇头也根本挣脱不开，眼睛里面已经满是惊恐之意。不要！他喊道。苏无忌跳到小庞的后面，抬脚在他的屁股上重重踢了一脚。随后他从小庞的皮带上抽出了一根甩棍，说道：妈的，小庞，我说的是这根甩棍，这根。小庞老实回答：老板，我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根。扣你工资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着，手腕一甩，这根特制的甩棍铿然变长数倍，能伸能缩，
加粗加长。这和亚洲兵工厂的大部分甩棍气质有所不同，看起来像是欧美甚至是非洲生产的。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：除了这一根还能是哪根？你的脑子里什么时候装了这么多黄色废料，都特么的跟谁学的？小庞很认真地回答道：都是老板教的好。这种时候就不要拍马屁了。苏无忌恼火之极，江晚星在一旁笑得快要岔气了。林邦先看着此景，心中的荒诞和惶恐进一步放大。虽然这两根棍子材质各不相同，有长有短，可他觉得自己无论是被哪一根插嘴，都是不可接受的事情。这一刻，这位白手套出身的林家家主终于真正明白了那个4字成语是什么意思了：软硬不吃。紧接着，小庞便捏住了林邦先的腮帮子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张嘴。林邦先拼了命地摇头，却根本无济于事。小庞手里的甩棍毫无花哨地捅进了他的嘴巴。哦！当甩棍进入口腔5厘米的时候，林邦先已经开始了干呕。当进入10厘米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满脸涨红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眼泪横流。小庞的手腕再一用力，猛然一插，甩棍直接插进去了20厘米。这个长度早就超过了口腔，深入了咽喉。这一下，林邦先已经开始翻白眼了，他连呕都呕不出来了，食道和胃部都在不断地抽搐着，连带着他整个身体都在发抖。小庞手上的动作不停，金属甩棍继续往里捅，长度很快来到了30公分。这一根特制的甩棍实在是太粗了，林邦先的脖子似乎都被撑得粗了一圈，他感觉到自己的食道已经快要被撑到爆炸了，血腥味已经从食道弥漫到了嘴巴里。保持了这个动作足足1分钟之后，小庞才把这一根特制甩棍从林邦先的嘴巴里抽了出来。啊！林邦先发出了一声惨叫，他倒在地上，捂着喉咙，嘴巴不断往外溢出着鲜血、胃液和口水的混合物，金属味道掺杂着血腥味，在口腔之中弥漫着。林邦先此刻颇有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，眼泪还在不断地流淌着。苏无忌看着他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，嘲讽地说道：不就是被插嘴了吗？又死不了人，回去之后记得打一针破伤风。还特么的打破伤风。林邦先听了这句极致羞辱之后，彻底破防，忽然控制不住的开始了嚎啕大哭。在小庞这一棍子之下，他这辈子的修身养性功夫全都喂了狗了。一旁的魏东鹤看着此景，简直腿都软了。他这辈子还从未经历过如此惊恐的事情，生怕下一个被插嘴的倒霉蛋轮到自己。你不要乱来。魏东鹤战战兢兢，双腿都在不断的发抖。苏无忌微微一笑：我已经收到调查局的审讯结果了，魏高浪和林景泽只不过交代出了几个小鱼小虾罢了，这几个人绝对不可能是背后的大人物，所以你明白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吧？我明白，但……在强烈的恐惧之下，魏东鹤的语气也明显软了下来。他说道：你说的大人物不止一个，我也不只是。苏无忌冷笑：你也不只是其中一人的一条狗，对不对？听了这句侮辱意味极强的话，魏东鹤的脸色涨红。他本想回击几句，但是一想到小庞刚刚的恐怖手段，立刻闭上了嘴巴。怎么不说呢？苏无忌说道：难道说你宁愿把自己搭进去，都不愿意说出背后的人？你太年轻，根本不知道天有多高。
魏东鹤的声音有些沙哑。我劝你立刻收手，否则的话，这片土地上不会再有你的立足之地。赶着我好不容易进一次首都，有的是时间，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。苏无忌微笑着说道。其实从一开始安排方景阳去灵州敲诈铃木银行30个亿的入场费，这事儿根本就没被魏家和林家放在心上。因为类似的条件，他们每年要对很多人提，绝大部分人都是老实听话，乖乖交钱，根本不敢谈条件。首都金融圈是说进就进的吗？这里的资源那么珍贵，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资本资源，都夸张到天际。这圈子的人脉壁垒已经彻底固定，想要进到这圈子里赚钱，不付出一定的代价，又怎么可能？事实上，就算是铃木银行真的交了这30-40亿的入场费，表面上看似进入了首都这圈子，可是真正被收割的时候还在后面呢。现在首都金融圈那么多人着急割韭菜，你一刀我一刀，甚至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下一茬韭菜长起来。魏东鹤看着眼前这个青年，眼神之中有着数不清的复杂意味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你如果现在离开，那么迎来的顶多是镰刀；如果为了赌一口气而在这里死撑着不走，那么等待你的可能就是铡刀了。这句话里竟有一种语重心长的味道了。苏无忌眯了眯眼睛，说道：镰刀把所有的人和产业都当成韭菜，你们这样做，不怕挖断了先人们好不容易种下的根？魏东鹤摇了摇头，叹息道：你还年轻，你不明白，这儿最真实的现状就是，你要是下刀晚了，那么你好不容易养起来的韭菜就被别人的镰刀割了。显然，穆千羽如果进入了首都，若是想站稳脚跟，那么接下来所面临的就是多方收割，持续收割。苏无忌微微一笑：巧了，这样的镰刀我也有一把。魏东鹤有点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什么镰刀？苏无忌说道：收割人命的死神镰刀啊。这句话的语气非常清淡，但是却莫名让魏东鹤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哆嗦。哎。在沉默了1分钟之后，魏东鹤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我现在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，但我很确定的是，我有点后悔与你作对了。这句话的语气里确实能听出强烈的悔意。苏无忌淡淡说道：你早就上了别人的船，现在才后悔确实有点晚。但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身不由己。魏东鹤说道。苏无忌淡淡道：既然选择当了别人的马前卒，那么就要想到自己作为炮灰被舍弃的那一天。说完，他不再搭理面额苍白的魏东鹤，而是转向了富林金融的总裁裴东胜。现在我们来谈谈。首都某个会议室里正进行着极为激烈的争论。这会议室里有好几个老者，都穿着中山装，剩下的几人则是穿着黑色的行政夹克。在过去的10几年间，这些人的面孔或多或少的都曾在电视新闻中出现过。胡闹，这里是首都，你们就这么由着一个年轻人胡闹，调查局也跟着瞎掺和，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不要了，是不是？一名穿着中山装的银发老者重重地拍了拍桌子。都多少天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乱象必须止住。富林金融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全部被扣了。各位，就算不用我来说，你们也应该明白这公司的存在意义是什么。又一名老者怒气冲冲地说道：潜规则之所以是潜规则，就是因为
不能浮出水面，现在偏偏有人要把水抽干，把盖子揭开，把规则打破。一名穿着行政夹克的中年男人小心翼翼地说道：王老、丁老，你们二位先别生气，这事情之前毫无预兆，突然爆发的这么激烈，我怀疑背后可能有人筹谋了许久。他旁边的男人说道：会不会是老岳默许的？那个最先发话的王老又拍了一下桌子说道：岳国泰的女儿冲在最前面，拦都拦不住，这答案那么明显，还要问吗？那位丁老又说道：这岳国泰还自称是我的学生乔建旭，现在就给我用实际行动教一教他该怎么尊师重道。是。一名穿着行政夹克的男人站起身来打了个电话，告诉首都市局刑警大队，马上成立专案组，立刻赶赴富林大厦，抓捕嫌疑人。此言一出，在场的几个人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。这也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，不管潜规则有没有被打破，不管问题有没有被解决，先把闹事的人抓起来再说。然而这时候有一名秘书模样的男人匆匆地跑了进来。这个秘书说道：各位，刚刚首都军区司令部来了一台车，派人送来了这个东西。他的手里捧着一个长方形的红色盒子，这盒子表面有着国徽和军徽，还有着金黄色的麦穗图案和烫金流苏。王老说道：首都军区这时候瞎掺和什么？关他们什么事？丁老冷笑一声：也许是因为多年前勒令军队不能经商，他们眼红了呗，把盒子打开，看看他们到底存的什么龌龊心思。长方形的盒子被打开了，盒子底部铺着象征功勋的红色绒布，一把闪着乌光的四棱军刺正静静地躺在绒布上面。会议室里气氛一片凝重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那把闪着乌光的四棱军刺之上。在盒子打开之后，似乎有一股有如实质的肃杀之气开始从这军刺上散发出来，仿佛使得整个会议室的温度都降低了好几度。那个刚刚给首都市局下命令的夹克男人往前跨了一步，强忍着心中的不适感，盯着军刺看了看。这是一把四棱军用刺刀，首都军区司令部为什么要把这东西给送来？另外一人皱着眉头猜测道：难道说首都军区是要通过这把刺刀来威胁我们？大部分人的眼光都是茫然不解，而有个别人则是若有所思。至于那个王老和丁老，则是互相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睛里的惊疑不定。这难道是那把？王老问道，他的声音之中已经明显带上了紧绷之感。王老名为王祥石，曾是首都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，后来从政能力极强，一步步走到了财政口的那个巅峰岗位，如今早已从表面上退休了。但是他人虽然退了，可门徒学生遍及财政口，首都金融圈里面，王祥石说话仍旧极有分量。丁老名为丁运福，曾经是央行的三把手，后来从体制内离开，长居港岛，担任摩通投行的亚洲区总裁。现在虽然已经退休10几年，但在大陆和港岛金融圈的影响力却丝毫不逊色于当年。丁运福先是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不确定，可能是，应该是。王祥石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觉得会议室里的空气太过于憋闷，逐个解开了中山装的纽扣，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。似乎在这把四棱军刺亮相之后，
这位大佬便明显冷静了不少，完全不复之前的暴躁模样。丁运福问向那个秘书：“这是首都军区的意思，还是司令员邵飞虎本人的意思？”秘书支支吾吾：“这不清楚，送这东西来的人也没详细说。”王老沉声说道：“是谁送来的？邵飞虎的参谋长。”是一名年轻的上校军官。秘书回想了一下军官的长相，说道：“很年轻，可能也就20多岁。”20多岁的上校。丁运福的眉头皱了皱：“我怎么没听说首都军区有这么年轻的上校？”这时候，闭着眼睛的王祥石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他站起身来，走到了那长方形盒子的跟前，伸出有些干枯的手指，想要拿起4棱军刺。然而在王祥石的指端快要触碰到军刺把柄的时候，他改了主意，手指上移，轻轻地碰了一下军刺的棱刃。紧接着，他的瞳孔骤然紧缩，像是触了电一样，猛然把手收回。在他的手指上已经被割开了一个小口子，红色的血迅速流了出来。锋利依旧。王祥石再度闭上了眼睛，眼皮轻颤，手指端的疼痛传进思绪中。多年以前那些与血色之夜的回忆画面，已然随着这些痛感在脑海之中轰然炸开。会议室里的所有人目光都落在王祥石的脸上，等待着对方做出回应来。良久之后，他才重又睁开眼睛，用一股前所未有的凝重语气说道：“这把4棱军刺既然重现首都，那么他也一定回来了。”他回来了。先前那名给首都市局下命令的夹克男人眉头一皱，不禁问道：“王老，您口中的他是谁？”此刻王祥石脸上的暴怒全然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清晰的无力感。这一闭眼一睁眼，他像是又老了好几岁。现场那些比王祥石和丁运福稍微年轻一些的人都完全不理解，为什么首都军区只是送来了一把4棱军刺，就让能量巨大的王老变成了这个样子。王祥石缓缓转脸望向了那个夹克男人，问道：“乔建旭，这次那个来到富林大厦的年轻人叫什么？”夹克男人说道：“王老，他好像叫苏无忌。”苏无忌，苏无忌。这王祥石摇了摇头：“真是好名字。”乔建旭和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特殊之处。王祥石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上涌现出了一抹自嘲之色，感叹道：“从锐意无限到苏无忌，这几十年又是一场轮回，真像一场梦。”丁运福也站在桌子前，目光时不时看着王祥石，时不时看着那把4棱军刺，表情阴晴不定，明显有些纠结与复杂。但与王祥石所不同的是，丁运福那略显浑浊的眼睛里还有着强烈的不甘心。会议室里沉默了足足5分钟，丁运福才一跺脚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基业，凭什么他们消失那么多年，只是送来一把刺刀，就想把一切拿回去？我不答应。”其实这里的其他人基本都与丁运福持同样的想法，他们并不了解这把4棱军刺的过去，但是他们了解自己这些人的能量。自己这些人跺一跺脚都能让皇城根震上3震，凭什么要被这一把莫名其妙的刺刀吓住？王祥石看了看丁运福，用一种很无力的语气说道：“把这盒子原封不动地给首都军区送回去吧。”丁运福却咬着牙，攥着拳头，盯着王祥石，摇了摇头：“
那个名叫乔建旭的加克男人说道：咱们和首都军区是完全两个系统，平时在工作关系上毫无交集，根本不用卖他们的面子。依我看，直接把这玩意儿扔到垃圾桶算了。王祥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这件事超出我们的预料，如果你们抱着这种想法的话，我只能说，算了，你们都不如岳国泰都差得远。这句话似乎让他的整体状态变得更加无力了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丁运福拧眉问道。这是两个问题。然而王祥石却并未正面回答，而是说道：你没有经历过当年的事情，你不知道那一夜5大世家。我知道，5大世家被一个人生生打穿。丁运福的声调提高了一些，说道：可是那件事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。王祥石的声音也提高了好几度，脸上隐现挣扎与痛苦。不，你只是知道，但并没有亲眼所见。现场的人们面面相觑。首都世家那么多，几十年前的5大世家似乎已经完全湮灭在尘埃之中，被人彻底遗忘了。丁运福的浑浊老眼里开始释放出精芒来，他指了指那把4棱军刺。他和5大世家一样，也被人遗忘了。王祥石摇了摇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但我没忘。说完，他又深深地看了一眼4棱军刺，把盖子盖上，将那红色的盒子小心地抱起来。丁运福的眉头狠狠皱着，高声问道：你要去哪里？王祥石说道：我去首都军区，把这个东西还给他。丁运福跟上来，冷声说道：老王，你是这里的主心骨，你现在的行为就是临阵退缩。首都金融圈本来固若金汤，这样坚不可摧的堡垒，对方只能从内部攻破。而你如果这样做，就主动给他们打开了城门。王祥石没理他，而是站在会议室门口，目光从在场所有人的脸上逐一扫过，随后说道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个把军刺送来的年轻上校应该叫苏安邦。旭，你们最好记住这个名字。说完，他转身缓缓离开。只是会议室里除了丁运福之外，没有人听懂他这句话的弦外之音。丁运福盯着王祥石的背影，觉得这位老朋友似乎突然间变得佝偻了一些。直到后者消失在转角，丁运福才转身走回了会议室，脸色阴沉的像是即将来上一场夏天的雷暴雨。乔建旭问道：丁老王老口中的苏安邦是谁？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。丁运福摇了摇头：一个靠着家里残存的关系提拔的稍微快一点的年轻军官罢了，不重要，不值一提。王老怎么回事？他今天的表现很不正常。乔建旭说道：以前王老比谁都强势，从来不会退让。丁运福冷笑了2声，说道：他怕了。顿了顿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越老越怕事，这很正常。乔建旭问道：那我刚刚给首都市局的命令要撤回吗？丁运福斜眼一看，他老眼里有着清晰的不快。撤什么撤？王祥石已经退出了，现在有害怕的可以离开这间会议室，还来得及。没有一人选择退出。与此同时，富林金融大厦，苏无忌站在布满了碎玻璃的大厅里，看着满脸眼泪的总裁裴东胜说道：看来不是你。由于公职在身，受到一些规则的限制，邵永阳之前没有公然在审讯的时候对裴东胜动用手段，但苏无忌可不惯着，
直接拳脚招呼了一顿，打得裴东胜鼻青脸肿，涕泪横流。但是打完了之后，他发现裴东胜还真不是嘴硬不承认。我承认，我洗过钱，但我真的没指使别人撞你的学生，更没给皮开元发过类似的短信。裴东胜满脸写着冤枉。苏无忌眯了眯眼，看了看他，说道：平时还有谁能接触到你这部手机？裴东胜说道：我不常用这个手机，平时都是锁在抽屉里的，只是每个月的月初和月末才固定用这个号码和皮开元联系一次，对一对账，仅此而已。苏无忌往他的脸上甩了一耳光。我问你还有谁能接触到？裴东胜看了一眼副总裁魏宇翔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随后喊道：副总裁办公室就在我隔壁，如果想要碰到我的手机，魏宇翔有的是机会。在之前审讯裴东胜的时候，魏宇翔始终面无表情地站在旁边，似乎对一切的态度都是淡淡的。此时他听到裴东胜往自己的身上泼了脏水，终于愿意开口了。我想，你应该问问你的那位女秘书有没有碰你的手机，更应该问问她背后站着的是谁。